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追风者与王一博怎么样？一直以为追风者是一部很传统的主旋律谍战剧，追了多集豁然发现，这分明是部爽剧，和悬疑、惊险风马牛不相及。反之，与天才、命硬、开挂的人生脉脉相通。往大了说，它的整个故事是新中国成立的血泪史，这是该用在宣传时的官话。咱从实质出发，不讲虚的，追风者其实就是一部穷小子的成长日记。某种意义上，它和狂飙是一样的路数，后者是卑微卖鱼佬高启强成长为只手遮天的地下皇帝，向死而生，结局注定。追风者中主角魏若来的结局也是注定的。打从第一集第一幕1930年上海几个字一出现在观众面前，魏若来的结局就已经被聪明的观众看透了。他说自己是江西人，无论故事如何发展，他最后一定会成为老家人。所以打从一开始，追风者以穷小子为切入点这件事，就已经是将整部剧最大的秘密公之于众，让作品失去悬念。从谍战作品的角度讲，这天然就落入了下乘。你看风筝，登场的是以狡黠机智和心狠手辣闻名的军统王牌特工郑耀先。你再看风声，7、8个男女玩剧本杀，甭说片中人，就是开了天眼的观众半晌都摸不透谁是主角。这才是优秀的谍战作品。所以追风者在本质上就是一部爽剧，看魏若来如何从一个住在七宝街烟渣地方的穷小子，最终成长为我党经济战线上独当一面的红色金融家。但凡爽剧，往往都会出现一些为了突出爽，而让剧情在合理性做出牺牲的戏码。追风者也不例外。为了突出魏若来的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在入职面试时，设定了一场着火戏。笔试时失了火，所有人都四散奔逃，唯有魏若来一人坚持留在现场，是要答完题才走。观众知道这是考官给下的套，为的就是突出魏若来的临危不乱。可倘若真着了火，他答完题再跑的行为，极大概率就把自己交代在这了。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相当佩服剧中魏若来的胆识。但说到底，追风者是一部影视剧，是要面向最广大观众的。对消防的宣传部门来说，剧中的这番行为无疑是在他们头上拉了炮大的。不过话说回来，虽说合理性上出了差池，魏若来的形象倒是刻画出来了。之后还有一场戏，魏若来听命去保卫央行财产，敌人枪都顶脑袋上，他还不撒手。与火场答题倒是交相辉映，突出就是一个悍不畏死。这就显现出爽剧男主的同一特质了，命硬。剧中魏若来有多场戏都给人以死到临头之感，比如帮黑帮处理账目，知晓了不少秘密，事后不仅没有麻烦，还被斧头帮老大澄清。又比如跑去街头，已然被侦缉队发现身份确实有问题，可哪怕在眼皮子底下，也因为各种原因没被逮捕，依然逍遥。还比如想搞一把枪防身，买不来就去偷，偷的还是高层人物，趁他人喝醉酒将其在厕所击倒在地，拿枪走人，比去楼下便利店买包烟都顺利。命硬是一方面，天纵之姿才是本剧中魏若来的立身之本。看东西他能过目不忘，随便一本书几页纸，
不出一炷香的时间就能印在脑海，任由提问。只是上过1年多的会计夜校，却能对国家经济局势分析的鞭辟入里，将央行负责人的心思猜个9成9。同样是算账，耕耘多年的老会计们算一天账目的功夫，他把1个礼拜的都弄了个门清。什么是爽剧大男主啊？战术后仰。至于追风者的故事本身，聊头不大，具有好几个幼名，可见端倪。长风破浪，金色征途，光明之路。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条向终点迈进的革命之路。男主披荆斩棘，最终到达4万万同胞共同期望的终点。剧本本身还是蛮扎实，除了小部分细节上有些不够完善之外，总体还是没大毛病。一个人的品格如何要看他的朋友，而一部剧本的好坏则可以看他的反派塑造如何。追风者中的反派林乔松相当丰满，料事方面确实在其位，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情感方面，有心理上倾慕的沈小姐，也有生理上有慰藉的姘头，自尊自爱，且自认所做之事并非为了升官发财，人物行事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不仅是他，连他的手下达子也有闪光点，在沈小姐的问题上大胆进言：大哥，你对他心动，我们都理解，可他如果真是共产党呢？你丢乌纱帽事小，弄不好掉脑袋呀。由此，追风者的质量大抵能有个数了。一部虽有明显缺陷，但大体还算不错的主旋律爽剧。最后聊聊大家喜闻乐见的演员问题。先说李沁。李沁演技方面倒没什么可指摘的，主要是形象问题。倒不是说李沁不漂亮，她当然够美，可追风者中的她却是有些过分瘦到让人难以再分出注意力去赏析她的演技。整个人看起来瘦到脱相，上镜都如此，难以想象现实中得瘦成什么模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无论是剧中的沈近珍还是戏外的李沁，我看都要谨记这句名言。再来看王阳。王阳在追风者中的演技没半点问题，他所扮演的高知沈图南，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工作方面冷静果敢，家庭方面对待老婆妹妹又尽是体贴温柔，怎么看怎么有型。王阳的问题在戏外。很显然，王阳的戏路，或者说近些年他所接的剧本，角色同质化相当严重，他近乎要成为第2个靳东。成为靳东不是坏事，对演员来说，最终能演成一类角色的代表，当然算是成功。只是作为一个他的剧迷，还是希望他能多接点不同的角色，人生才过半，还是希望他的演艺生涯能精彩点，再精彩点。最后聊聊王一博。同样是民国戏，魏若来要比他在无名中扮演的叶先生难度高上不少。叶先生不算是个血肉丰满的角色，唯一的高光处是身份大白时的昙花一现。魏若来不同，这是一个有着相当人物弧光的角色，他的成长与改变需要王一博通过时间线的推进，一点点演出不同。碍于电视剧的更新机制，目前魏若来的故事还未完全展开，所以不好对他的演技下一个总论。只论当前的故事表演来说，王一博的演技算是功过参半。首先我们要明确，人的情绪是有多样性的，比如愤怒、欢乐、悲伤、恐惧、惊讶、厌恶和倦怠等等。在悲伤方面，王一博演得不够到位，拿他亲大哥当着他面去世那场戏举例。这场戏里，他作为演员的信念感显然是不足的，
分明是至亲去世的悲伤，可让人看起来却毫无戏剧张力。导演为了填上他演技上的不足，在此处选择了用配乐去弥补。可以试着静音去看这场戏，他的演技短板便会显露无遗。尤其这样的左顾右盼，在这场戏里根本是毫无道理的。从这一场戏便可看出，在处理角色的极端情绪时，王一博还是略显稚嫩。不过在演绎另一种情绪时，他倒是演得极好，甚至可以说天赋惊人。这种情绪的几个关键词是嗫嚅、失措、茫然。仍旧拿一场戏举例，魏若来溜进沈图南府邸，当着沈图南的面道出央行计划。沈图南认为是魏若来盗取了机密，根本不可能是他说的那般推算出来，于是掏出手枪强势压迫，让他要么去自首，要么被自己压出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帽子，王一博的表情太妙，孩子般做错事后的害怕和慌乱，以及上位者面前的卑微与无措，在他的脸上一览无余。单就这场戏的表现来说，确实值得肯定。总得来说，演员王一博的演技还是欠点火候，发挥不够稳定，还有着很大调笑空间。当然，有很多观众看到演员表里王一博的名字就对追风者怒打一星，倒是也大可不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